Circle 从高点一路下跌，市场开始犹豫。那它的未来还会增长吗？究竟还有多大的想象空间？我们来看今天的分析。欢迎来到 Money Dog Eric 的频道。3个月前，我们提到 Circle 的股价从31美元发行价一路飙升到200美元，成为当时最火爆的加密概念股之一。从那以后呢，情形出现了明显的分化。6到8月期间，市场热度降温，股价在高位进入震荡和筑底阶段。到了8月末到9月中旬，随着宏观利率预期变化和监管进展放缓，Circle 的股价一度持续回调。不过9月底开始，情绪逐渐修复，尤其是在稳定币立法讨论重启之后，买盘重新进入市场。截至10月初，Circle 的股价稳定在150美元附近，比发行价高出近5倍，年内涨幅超过75%，远超加密板块的平均表现。10月7日当天，成交额高达了18.48亿美元，说明资金仍然高度活跃。不过，波动性依旧不容乐观。盘前和夜盘的交易中，股价在150美元上下仍然有明显的震荡。那影响 Circle 股价的另一个重要的催化因素，其实就是 Genius Act 天才法案的正式通过。这项法案在6月中旬由参议院以68比30通过，7月中旬又在众议院以308比122的高票通过，最终在7月18日由总统特朗普签署成法，成为联邦公法。那这项立法的核心是首次为稳定币建立全国统一的监管框架。它要求发行方必须持有联邦许可，接受储备审计，并且限定储备资产只能是国债或者是现金类高流动性资产。同时明确监管分工 ，OCC 负责许可，联储负责货币稳定， SEC 负责披露合规。从市场的角度来看，这项法案的通过被视为一个长期利好，因为它相当于为 USDC 这种合规型稳定币扫清了政策不确定性。有了监管的背书， Circle 更容易与银行、金融机构建立深层合作关系。不过，短期内也带来了一定波动。在法案通过的前夕，部分资金提前炒作消息，股价一度上冲至160美元以上。法案正式签署之后，市场进入了兑现预期的阶段，股价略有回调，并且横盘整理。整体来说，这项法案对 Circle 属于结构性利好，它把稳定币行业从灰色地带正式带入了美国金融体系，也让 USDC 成为唯一拥有明确监管归属的主流美元稳定币。那什么驱动着这家公司在资本市场的剧烈波动呢？那其实从内部来看，主要有4个关键因素。第一个就是盈利模式的利率敏感性。那 Circle 的核心利率其实就是来自 USDC 储备的利息收入，当利率高的时候，它就赚得多；一旦下行，利润马上就被压缩。换句话说，它的盈利逻辑几乎和美债收益率都是挂钩的。第二点就是分成结构的限制。Circle 和 Coinbase 有收益分配协议，这意味着它无法独享利息收入的全部红利，即便是扩大规模，净利润率仍然在受限。第三点就是市场预期和实际兑现之间的落差。那 IPO 初期，投资者给了非常高的长期预期，但是时间推移后，大家开始质疑未来的净利润是否能够支撑当前的估值了。最后就是公司扩张带来的成本压力。所以不论是营销、技术还是合规投入，如果这些支出短期内都没有办法带来收益的话，都会压低净利润。那从外部来看，影响 Circle 的变量更多了。第一个就是利率环境。那美联储的政策方向其实直接决定了它的利差收益，一旦降息， Circle 的利润空间就会被压缩。第二点是监管政策与立法预期，像美国的 Genius Act、欧盟的 MiCA 等法规会决定机构资金能否进入稳定币领域。政策落地顺利对 Circle 是大利好，但是如果监管趋紧的话，估值风险就会被放大。第三点是市场情绪与板块风向，区块链板块的资金流入、风险偏好、轮动节奏，这些因素其实都直接会影响 Circle 的股价波动。第四点就是竞争格局了。那未来若银行系数字美元或者是其他稳定币公司推出了更具竞争力的产品，都可能侵蚀 Circle 的增长空间。第五点是宏观经济与美元走势，美元强弱、通胀预期、全球资金流向，这些看似都很遥远的宏观变量，
最终都会折射到 Circle 的盈利预期上。那讲完了这些驱动因素，其实我们还是应该回过头来，先简单回顾一下这家公司。Circle 它的全称是 Circle Internet Group， 股票代码是 CRCL。它是一家定位在金融科技和区块链基础设施的公司，核心业务是发行和管理稳定币。那公司成立于2013年10月，是由 Jeremy 和 Sean 共同创立的。早期的 Circle 其实是一家数字货币支付平台，主要是做点对点的转账和法币兑换。转型的关键节点出现在了2018年。那这一年呢，他们推出了美元稳定币 USDC， 并且呢逐步退出交易和支付平台业务，专注于做稳定币以及相关金融的基础设施。Circle 这家公司总部位于纽约，目前 CEO 就是联合创始人 Jeremy。从公司的结构来看， Circle 的组织相当精简，重点是放在技术、合规和合作架构的搭建上。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Circle 的核心产品。当然，它最标志性的产品就是 USDC， 一种和美元1:1锚定的稳定币。那 Circle 为了确保 USDC 的稳定性，设立了完全储备金制度，也就是说，每一枚 USDC 背后都有等值的美元资产作为支撑，通常就是以短期的国债或者是货币市场资金的形式托管在授信银行中，比如纽约的梅隆银行。这样的机制保证了 USDC 的低风险和高流动性。此外呢 ，Circle 还在拓展欧元稳定币 EURC， 并且提出未来将延伸到可编程货币和区块链基础设施领域。那除了发行稳定货币， Circle 其实也在构建一整套金融网络服务。他们提供 API 接口，让开发者、钱包和 DeFi 协议，这样可以轻松整合 USDC 的支付、清算、跨链转账的功能。这意味着企业或者是开发者不必要自己去搭建区块链系统，只要接入 Circle 的 API， 就能够用 USDC 在全球范围内进行24小时7天的实时结算。此外， Circle 还在布局可编程货币与资产代币化，也就是未来让各种资产，像基金、证券甚至是房地产，都能够通过区块链代币化流通。那这部分业务目前规模还不太大，但它是 Circle 的中长期战略的重点。我们再来说 Circle 的商业模式，它其实非常独特。简单来说，它并不是靠汇差或者是交易价差赚钱的，而是靠 USDC 储备金的利息回报。用户把美元换成 USDC， 这些钱就被 Circle 投入到短期美债或者是货币市场基金，赚取稳定的利息收入。不过，它的利润并不能完全自己拿走。早期 Circle 和 Coinbase 签过一份收益分成协议，这个让 Circle 的净利润空间受到了一定限制。此外，为了维持高透明度， Circle 每个月都要进行第三方审计，公开披露储备资产结构，所以它的合规、托管、审计成本都属于刚性开支，短期内没有办法做到减少。那根据 IPO 披露的数据，2024年 Circle 的总收入，这个总收入其中包含储备利息，大约是16.8亿美元，而 USDC 的流通规模大约在600亿美元左右。也就是说，即使盈利模式受限， Circle 依然在维持着极高的现金流和营收规模。与此同时，它也在持续扩展 EURC 与 API 网络服务，把业务从单纯的稳定币发行延伸到了更广的结算、清算与跨链支付的场景。所以说，它的营收结构其实并不复杂，但是护城河很深。它靠稳健的储备收益、透明的合规体系，正在把自己从一家稳定币公司变成一个真正的金融基础设施提供者。放眼整个加密金融行业，稳定币是其中增长最稳定、应用最广的领域。那截至到2025年中，全球稳定币市场的整体流通规模已经突破了2500到3000亿美元，成为区块链生态系统中最核心的金融基础设施了。那在这之中，整个市场形成了鲜明的双寡头格局，就是 USTD 和 USDC 占据了绝大多数的市场份额。目前 USDT 的市值大约是1530亿美元，占据超过60%的市场份额，而 USDC 的市值约610亿美元，占比在24%左右。也就是说，全球超过80%的稳定币交易都是在这两家公司之间展开的。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虽然 USDT 占比更高，
但是在 DeFi、链上结算、机构支付这些更高频的使用场景里，USDC 的使用率和周转速度增长更快。这个就说明它的应用场景更贴近真实的资金流动需求。如果说我们把行业的玩家摊开来看，目前主要可能就分为了4大阵营。第一个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老牌龙头 USDT， 然后就是合规代表 USDC， 紧接着就是创新型稳定币以及各地区法币锚定的本地稳定币。USDT 就不用说了，它的优势就是老与广，它诞生最早，流通最广，几乎在所有交易所都被当作主流结算货币使用。但它的弱点也很明显，透明度不高，储备金披露有限，监管压力不断上升。而 USDC 的优势就在于透明度与合规性，它的储备金全部托管在受监管的银行中，而且会定期披露报告，接受第三方审计。在机构与金融层面上，它是被视为最可信赖的稳定币。但是呢，与此同时 ，USDC 的盈利分成协议、利差依赖度也成为了它潜在的约束。那我们再来看新兴稳定币，例如 USDE 或者是 Ethena， 主打创新机制与收益分配，比如可抵押资产、动态利率等，但是它抗风险能力比较弱，用户群体仍然不稳定。最后就是区域性本地的稳定币了，比如锚定欧元、拉丁美洲或者是亚洲货币的数字资产，它们在跨境小额支付中具有天然优势，但是规模有限，流动性是偏低的。从竞争格局来看 ，USDT 与 USDC 目前仍然是整个行业的双巨头。然而，这种垄断式集中度正在被慢慢撼动。随着新兴稳定币、银行数字货币和监管制度的变化，行业结构正在发生细微但是持续的分化。目前 USDT 稳居第一，而 USDC 稳居第二。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在交易频率与链上活跃度上，USDC 的指标正在快速上升。它的资金周转速度明显高于 USDT， 这意味着更多真实支付和结算活动正在向 USDC 转移。这也正是 Circle 想要打入的长期壁垒，让稳定币不只是存储价值，而是流动的货币。在接下来的阶段，稳定币行业的竞争已经不是谁的流通量大，而是谁能在制度、透明度和生态整合上建立壁垒。那未来几年有几个关键变量将决定整个格局的走向。第一个就是监管与制度框架，比如美国的 Genius Act 首次对稳定币发行、储备资产要求、披露与审计进行全面立法，这意味着 USDT 和 USDC 的监管差距可能被重新定义。Circle 如果能够率先符合标准，那它将获得制度红利。与此同时，欧洲、亚洲等地的本地稳定币监管体系也在加速建立，地方牌照、审计合规会成为新的竞争门槛。第二个就是透明度与公信力，在市场信息敏感的阶段，透明披露和独立审计会成为机构和大型用户最重要的考量。当危机发生的时候，比如去年的 SVB 事件，透明度高的发行方往往能够更快地恢复信任。而 Circle 在这个维度上具备非常明显的优势。第三点就是规模与网络整合，谁能够整合支付、清算、跨链、API 接口这些基础设施，谁就能在生态上形成护城河。那 Circle 目前已经实现 USDC 在多个链的流通，这个让它在技术互通性上比很多竞争对手都走得更远。第四点就是创新与差异化机制了。新一代稳定币开始尝试可编程货币、收益型设计，甚至算法混合模式。这种创新可能改变传统稳定币的盈利逻辑。Circle 若能够在安全合规前提下进行技术升级，将会有机会保持领先。最后是利率与宏观环境。稳定币的盈利模式依赖储备资产利息，因此每站收益率曲线、货币政策周期都会直接决定稳定币发行商的盈利空间。一旦进入降息周期，那利润压缩将成为整个行业共同面对的考验了。那么在行业变局中 ，Circle 处于怎样的位置？它的优势非常明确。首先，在监管与制度预期上 ，Circle 比 USDT 更具合规性，也更容易获得机构、监管与金融体系的信任。其次，在透明度和储备披露上 ，Circle 的频率与审计标准几乎是行业天花板。此外，在 DeFi、跨链集成与 API 基础设施方面 ，Circle 已经建立起了一套生态闭环。
形成了从稳定币到金融网络的一体化布局。但是呢，它也面临3大挑战与瓶颈。第一点就是规模与流动性差，尽管它的机构信任度更高，但是在全球范围内，USDT 的通道覆盖与交易深度仍然领先。那 Circle 想在规模上追赶还需要时间。第二个是分成与利率依赖，由于和 Coinbase 的分账协议，Circle 不能完全掌控利息收益，同时它对利率高度敏感，降息周期下净利会被明显的压缩。第三是政策与地域风险，如果未来监管政策更倾向于本地法币锚定，或者是推出各国的主权数字货币，那跨境稳定币包括 USDC 可能会受到政策壁垒的限制。所以总结来看，Circle 在这一轮行业洗牌中扮演的是一个合规与信任的代表，它是连接加密世界与传统金融体系的桥梁。那在接下来的竞争中，它未必能跑得最快，但是极有可能成为最稳、最被信任的那个。接下来我们进入基本面分析，先来看一下股权结构。3个月前，也就是刚刚上市时，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只有大约10%，而现在已经提升到了超过50%。这说明上市之后，华尔街的大型资金正在持续加仓，对这家公司展现出比较强的信心。同时，内部人士的持股比例从7.4%降到了4.3%，这意味着股权结构正在进一步市场化，管理层和早期员工的股份逐步稀释，让市场参与度更高。那私募和 VC 机构在上市前持有约15%，现在部分已经退出，或者是被计入了机构投资者的统计口径中。而公共投资者的持股比例从36.8%上升到了40%，这个说明流通盘更大，交易活跃度提升。截至到2025年10月7日，目前一共有310家机构正在持有 Circle 股票，这样的机构覆盖面在同类金融科技公司中属于相当高的水平。那总体来看，股权从 VC 主导转向为机构主导，这是公司稳定成长、估值体系成熟的标志。上市初期的资本结构偏分散，而如今的资金集中度正在提升，意味着市场对它的基本面预期更加一致，也让股价波动性相对收敛。那从资产负债结构来看， Circle 的财务非常稳健，目前市值大约343.7亿美元，在整个金融科技区块链中属于中上水平。那总负债仅为2.2亿美元，占企业价值不到1%，也就是说，这家公司几乎没有财务杠杆，运营极其健康。与此同时，它持有超过11亿美元现金储备，这个与它的业务模式密切相关。因为 Circle 它管理着数百亿美元的 USDC 储备，那自身也必须保持高流动性，以应对市场波动或者是监管的调整。整体企业价值约334.7亿美元，略低于市值，这个代表它的净现金为正。Circle 手上的现金比负债还多，对投资者来说，这是一种安全点。那市场怎么看它的风险呢？我们可以从几个关键指标来判断。首先是被做空股份，大约是1298万股，占总流通股的6.58%，这个属于很温和的一个水平。这说明虽然存在分歧，但是整体市场对公司还是偏乐观的。回补天数也仅为1.22天，也就是说，即使出现挤空的行情，空头头寸也能够在1-2天内平仓，反映出市场流动性非常充足。至于贝塔系数，目前尚没有长期的数据，但是推测呢，它应该是会略高于金融科技的平均值，大概是为1.3左右，意味着波动中等偏高，属于一个风险可控，但是非无风险的类型。总体来说 ，Circle 的风险结构健康，短期压力可控，更多的波动是来自于行业政策与利率周期，而不是公司的经营层面。那 Circle 目前其实是没有派息计划的，每股年度分红为0美元，股息收益率为0%，这个在成长型科技公司中非常常见，就是所有的利润都被用于了再投资、扩张与研发，而不是分红。那派息率为0，也代表公司仍然处于一个扩张阶段。如果说未来的业务模式走向了更加成熟，或者是现金流更稳定的阶段呢，它才可能逐步引入股东的回报机制。换句话说，当前 Circle 的投资逻辑不在现金分红，而是在股价增长与盈利能力的提升。在财务表现方面， Circle 的盈利能力仍然是偏弱的，但是趋势上正在改善。
我们先来看几个关键的指标。先看一下这个毛利率，仅为4.12%，远低于行业平均的将近50%的水平。这个说明 Circle 的核心业务仍然处于一个低毛利阶段。它主要的收入是来自于 USDC 储备利息和交易手续费，属于高周转、低利润的支付结算类的公司。那 EBIT 利润率是负的7.94%，也就是说，在扣除运营支出后，仍然有一部分的亏损。人员、合规与技术支出都很高，再加上 USDC 市场扩张带来的营销与安全成本，使得短期内难以盈利。我们再看一下净利率，负16.21%，虽然仍然为负值，但是比 IPO 前的负25%已经明显收窄。这个意味着 Circle 已经进入到了一个亏损缩窄期，随着利息收入提升，盈利结构正在逐渐被修复。ROE 为4.27%，ROA 为负0.53%，ROE 是略低于行业的中位数的，说明股东回报尚没有完全被释放，而 ROA 呢仍然为负数，这个反映出了庞大的现金储备，拉低了账面的回报。不过，这种结构在金融科技公司中其实也并不罕见。未来随着 USDC 收益的稳定，这两个指标都有望同步回正。所以总体来看 ，Circle 依然处于一个低毛利、轻亏损，但是结构改善的一个过渡阶段。这个是稳定币企业由成长向成熟转型的一个典型的信号。从逻辑角度来看 ，Circle 当前的盈利问题更多的是结构性的，而不是周期性的。第一点就是它的盈利性仍然很弱，但是边际改善非常明显。它虽然净利率仍然为负16%，但是相比上市前已经明显收窄，而经营现金流也从负的转为正的，达到了5.23亿美元。这个说明公司它已经具备了一个自我造血的能力，不再依赖外部融资，业务增长也正逐步靠内部现金流驱动。第二个呢，它的核心问题就在于结构性低毛利。由于它的收入主要来自于 USDC 储备利息和交易手续费的，那天然受利率周期影响极大，同时合规和技术支出刚性高，短期难以削减，这个就让 EBIT 利润率的恢复速度受到了限制。所以换句话说 ，Circle 的毛利率不高，它并不是管理的问题，而是商业模式决定的。第三点就是资本效率具备它的修复潜力。目前 ROE、ROA 均处于一个低位，但是随着公司提升资产配置效率，尤其是与贝莱德合作的美债投资组合的持续优化，盈利能力有望逐季的回升。这部分收益的稳定化将会成为 Circle 未来1到2年业绩修复的关键支撑。所以总的来看 ，Circle 的盈利能力短期内仍然受结构性的限制，但是经营效率、现金流与资本回报率都在逐步改善。只要利率环境保持稳定，它的财务弹性将持续释放。而盈利的拐点呢，也可能就是在未来几个季度内正式到来。我们再来看它的成长性，堪称稳中有升。过去1年，公司营收同比增长15.6%，这个是行业平均的2倍多，显示出在稳定币市场恢复、利率走高的环境下 ，Circle 的收入动能正在重新被激活。那分析师机构虽然尚未给出未来的营收预测，但是根据 USDC 的流通量趋势与链上的活动，市场普遍预计未来12个月的增速仍然能够保持在10%到15%的区间，与今年是基本持平的。从盈利的层面来看呢，经营利润虽然暂时为负，但是随着 Circle 降低运营成本，优化收入结构，市场预计它有望在2026年前后实现盈亏平衡。那更值得注意的是，长期增长预期极为亮眼。分析师预计未来3到5年 ，Circle 的 EPS 每股收益的年复合增长率将超过100%。这个不仅远高于行业的平均的15%，这个也反映出了市场相信它在储备收益、支付服务和清算业务上的利润释放周期已经临近。ROE 增长虽然目前仅为0.4%，但这主要是因为盈利结构尚没有完全转化成资本回报。那随着现金流改善、资产效率提升， ROE 将来在未来几个季度逐步抬升。所以总的来看 Circle 的成长并非暴涨型，而是一种稳态扩张，业务体量大，波动小，复利空间可持续。如果说刚才那一页告诉我们增长有多快，那这一页我们要回答的一个问题就是，这种增长来自哪里？
能否持续。首先就是营收增长的稳健和现金流的爆发。那 Circle 的营收增速几乎是行业平均的2倍，而经营现金流更是同比大增146.9%。这个意味着公司不仅赚得多，还能真正把收益变成现金。在金融科技行业里，这是一种非常健康的增长模式。其次就是盈利增速滞后于收入增速。虽然营收在恢复，但是 EBIT 和 EPS 仍然为负。这个根本原因就是在于 Circle 仍然承担高额的合规、审计与国际扩张成本。储备利息收入虽高，但尚没有完全转化成净利润。这个就像是一个正在扩张的基础设施公司，需要先打好底，再释放利润。最后一个就是长期增长潜力极强。从资本市场角度来看，EPS 3到5年复合增长率超过100%，这个说明投资人认为 Circle 的盈利弹性仍然被低估了。随着美债利率维持高位，USDC 的储备增加，以及国际支付与清算场景的持续扩大，这一套增长逻辑已经形成了一个现实的支撑。所以 Circle 的增长不是一个短期的故事，而是长期确定性。它正在用一个稳定的现金流和逐步改善的利润结构，搭建出一个可以穿越周期的金融科技增长模型。接下来再看一下它的估值水平。从目前的数据上来看， Circle 的估值水平显著高于行业平均，市净率高达14.3倍，是金融科技行业平均的3倍多。企业价值比销售额约15.8倍，也远超行业平均的3.7倍。这个说明市场正在用高成长科技股的视角在定价 Circle。 这样高的估值反映了市场对 Circle 长期增长潜力与品牌护城河的高度信任，但同时也意味着一旦增长放缓，股价波动风险就会明显放大。短期来看，盈利尚未完全释放，这个使得传统的估值倍数暂时失效，但是投资者更关注的是未来现金流，这是一种典型的成长型估值逻辑。从驱动因素来看，高估值背后是有3大支撑的。第一个就是美债利率与 USDC 储备规模，它直接决定了利息收入。第二点就是，如果是利率保持高位，那 Circle 扩张机构支付与跨境清算业务的空间是巨大的。第三点就是，如果未来降息或者是交易量下滑，高估值会面临一定的压缩风险。整体来看， Circle 当前的定价并非是泡沫，而是市场对其稳定币生态龙头定位的提前反应。就像2014年的 PayPal 或者是2021年上市初期的 Coinbase 一样，它代表着金融科技行业新一轮的增长故事。然后我们来到同业对比，我们先从规模层面看一下 Circle 在行业中的位置。目前 Circle 的市值约344亿美元，企业价值约335亿美元，体量上已经接近 Atlassian、HubSpot 这类成熟的 SaaS 软件公司。但是不同的是， Circle 仅有900名员工，远远低于同业动辄上万人的规模。那这个就意味着它在运营效率上极高，属于典型的高市值、轻人力的金融科技公司。从分析师关注度来看，目前有16位华尔街分析师覆盖 Circle， 虽然数量少于 Atlassian 或 HubSpot 上面的30多位，但是考虑到 Circle 刚刚完成上市，这个关注度已经相当可观。这也反映出市场正在迅速把它视为主流科技金融标的。简单说， Circle 现在的定位就是体量接近老牌 SaaS， 但是组织结构更轻盈，资本效率更高，这个就为它后续的利润释放和全球扩张提供了相当大的空间。从股价表现来看呢， Circle 的走势几乎是碾压式的。过去1年，它的股价上涨了近380%，而其他几家同行，无论是 Atlassian、HubSpot 还是 Zoom， 涨幅都在0到10几个百分点之间，甚至部分为负。这意味着市场对 Circle 的成长性预期远远超出了传统 SaaS 或者是软件服务公司的水平了。那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涨幅并非纯粹的情绪推动。在它6月 IPO 上市后， Circle 的交易量持续放大，估值也维持在高位波动区间。这说明投资者对它的商业模式有持续信心，那就是稳定币和金融基础设施这一条赛道被视为未来几年最具延展性的科技金融主题之一。换句话说，传统软件公司是在卖工具，而 Circle 是在卖货币基础设施，这个正是它能够在股价上跑赢整个板块的根本原因。然后我们再看一下财务结构的安全性。
在负债方面，Circle 的表现可以说是无可挑剔。它的总负债仅2.2亿美元，净负债为负8.96亿美元，这代表他手上持有的现金储备远远超过了他的债务，处于净现金运营状态。相比之下，像 Atlassian 或者是 PTC 的负债率都超过了40%，甚至是 Fair Isaac 的长期负债占比高达170%。Circle 的负债率仅为9.3%，长期负债占总资本的比例更是不到0.5%。这个说明公司几乎没有杠杆压力，现金流完全能够支撑日常运营与扩张。在波动性较高的加密金融领域，这种无杠杆、高流动性的结构是非常罕见的优势。所以 Circle 不仅在股价表现上领跑同行，在资产负债表上也展现了强大的抗风险能力。它既具备科技公司的成长性，又拥有金融公司的稳健性，这个正是市场给予它高估值溢价的底气所在。在营收成长方面， Circle 的表现可以说是跨维度领先。虽然它的年度营收增长率仅为15.6%，略低于 Atlassian 和 HubSpot 近19%，但是真正的亮点是在于3年与5年的复合增长率上， Circle 分别高达129.8%与181.9%，几乎是同业平均值的6到8倍。也就是说， Circle 的成长曲线并非短期爆发，而是长周期持续性的指数级扩张。这种增长结构反映出了它依托 USDC 生态的独特商业模式。当市值和交易量持续扩大的时候，它的储备收益与现金流也正在被放大。那换句话说， Circle 已经从一家支付科技公司转型为了一个货币级的平台生态。不过，成长的另一面就是盈利的滞后。从毛利率来看， Circle 仅有4.1%，远低于同业平均的80%以上。这说明它的收入结构更偏向低利润的储备收益，而非高毛利的软件订阅业务。EBIT 利润率为负7.9%，净利润率为负16.2%，仍然处于亏损阶段。但是这并不代表业务本身没有质量，相反，它的自由现金流率已经达到了7.1%，说明核心业务具备强劲的现金生成力。我们再来看 ROE 9.87%，这个在同业中属于一个相对健康的水平，也意味着 Circle 虽然还没有进入全面盈利的周期，但是资本回报效率正在逐步显现。那相比 Atlassian、HubSpot 这类纯 SaaS 模式的公司， Circle 的盈利逻辑更像一家金融科技央行，靠利差与资产收益驱动增长，短期利润薄，但是现金厚，毛利率低，但是流动性强。我们再来看一下分析师的评级。那根据最新的华尔街的一致预期， Circle 当前股价为148.72美元，而分析师给出的平均目标价为171.43美元。这意味着市场普遍认为 Circle 仍然有大约15%的上行空间。不过值得注意的是，目标价区间是非常宽的，是从84美元到280美元，这个反映出机构之间的分歧波动比较大，波动性也相对较高，平均预期集中在了170美元左右，说明主流的观点仍然是偏乐观的。那换句话说，市场虽然认可 Circle 的成长性，但是对它的盈利兑现周期仍然在观望，这个就是一种典型的高成长、高不确定性组合。整体来看，机构仍然普遍看多，多数分析师认为 Circle 的长期成长逻辑尚没有被完全反映在当前的价格中。目前最高目标价为280美元，对应潜在涨幅为88%。这些高位预测主要是来自看好派，他们认为 USDC 在全球稳定币市场的占比仍然持续上升，高利率环境延续将带来更丰厚的储备利息收益。而 Circle 呢，有潜力进一步拓展支付业务、线上结算等新业务。在他们看来， Circle 已经不只是稳定币发行方了，而是正向金融科技成长股转型的核心受益者。那最低目标价为84美元，较现价跌幅了44%，则主要反映了市场对监管与估值的担忧。例如，美国政策如果进一步收紧，或者是利率下降导致利息收入回落，都可能压缩盈利空间。这个说明机构之间仍然在权衡成长潜力与不确定风险的平衡点。所以从总体的评级来看，分析师的共识是适度买入，多数机构给出买入或者是强烈买入的正面评级，只有极少数维持在持有，几乎没有人建议是卖出。
所以说，市场主流仍然看好 Circle 的中长期走势，但是也要提醒一下投资者，要注意它的波动与政策敏感度。它既是一只成长股，也是一只监管周期股。我们最后来看多空双方的观点对比，多方的逻辑就是高成长、高现金流、强生态壁垒。那支持者认为 Circle 是一家极具潜力的金融科技核心平台，它的稳定币 USDC 的市占率仅次于 USDT，已经成为美元稳定币领域的制度性存在。在高利率周期下， Circle 从美国国债利息中获得了巨额现金流，这部分收益占到总营收的一半以上。那同时呢，公司几乎没有负债，自由现金流率达到7%，远超于大多科技公司，现金储备极其充足。更重要的是，它与贝莱德、Coinbase 等机构建立了深度合作，在稳定币透明度与合规性上都处于行业领先。所以，乐观派认为 Circle 正在从加密资产公司转型为全球结算基础设施，未来有望成为数字美元时代的 Visa 或者是 PayPal。如果高利率周期持续，USDC 的流通规模将进一步扩大，股价重回$200以上，并非是不可能的。那么空方怎么看呢？空方认为 Circle 的商业模式依然存在明显的结构性短板。首先就是盈利结构单一 ，Circle 的毛利率仅有4%，远低于典型的金融科技或者是软件企业80%的水准。这个意味着它的盈利能力高度依赖外部利率环境，而非自身的经营效率。一旦美联储进入降息周期，利息收入将迅速下滑，利润率与 ROE 都会受到显著的挤压。第二点就是监管成本上升，执行仍然存在不确定性。虽然天才法案已经确立了联邦层面的监管框架，但是 SEC 和美国财政部仍然在细化储备披露与审计标准，这意味着 Circle 需要承担更高的合规与审计成本，而政策执行节奏的不确定性也可能在短期内影响其核心业务。第三点就是竞争格局正在加剧，无论是 PayPal 推出的 PYUSD 还是泰达币、DAI 等稳定币，都在持续扩大市场的占有率，挤压 Circle 的增长空间。最后，从估值角度来看， Circle 当前的市销率大约是3倍，是行业平均水平的3到4倍。市场已经充分计入政策红利和高利率溢价，进一步上行空间可能有限。因此，空方普遍认为 Circle 属于高估值、高波动、政策与利率敏感型的股票。那综合来看，它其实是一家高成长、高敏感度的金融科技公司。它的核心优势在于强劲的现金流、紧密的合作网络，以及稳定币领域里领先的合规与透明度。但风险同样明确，它的盈利高度依赖宏观利率环境，同时也受到监管政策的不确定性影响。那在当前的市场环境下，分析师们普遍认为是适度买入的评级，认为 Circle 具备中期上行空间。但是投资者也仍然需要密切关注宏观政策节奏以及稳定币监管框架的进展。简单来说，只要是高利率还在， USDC 市场不崩， Circle 就依然是这场金融科技竞赛最稳的一匹马。但是呢，高利率终有一天会降临，稳定币的格局也终将重新洗牌。那到时候 Circle 会不会依然站在浪潮中心？我们拭目以待。如果你喜欢这种深度分析，点赞订阅就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这里是 Money Dog Eric，我们下期再见。